秋英因咧亲生老爸哦，要来带秋英转去，你知影？带伊转去？啥人要带伊转去？啊，当初毋是讲好好咧，秋英啊要做咱兜的查某囝啊，而且秋英啊即马伫咧咱兜嘛过得真好啊，伊哪会用讲要带转去就带转去啦？咱拢已经着秋英啊当做是一家人啊，尤其是妈妈，伊一定足艰苦的哦。昨恁老母哦，哭规暗。袂用是啦，绝对袂用诶，互因将秋英啊带转去。伊根本无法度照顾秋英嘛。恁老母嘛是毋甘啊，毋过哦，人迄是人的亲骨肉啊。恁老母就是安尼，遮尔善良啊，啥物代志哦，拢替别人想。伊已经答应恁亲生老爸啊，不过哦，过过两天就要来带转去啊。秋英啊，伫咧阮兜，阮妈是甲伊当做亲生查某囝咧对待。也毋过，阮妈是一个明理的人啊。你才是秋英的亲生老爸，就算讲阮搁较毋甘，嘛袂用个无害你。虽然讲，阮实在是无了解生啊遮侪年啊，阿伯即马坚持要将秋英啊带转去。也毋过，甲秋英仔未来交害予阿伯，阮无啥物好怨叹的啦。只是希望讲，阿伯，你是秋英仔亲生老爸，你一定要好好对待伊，毋通糟蹋伊一世人的幸福。会啦会啦，我会好好甲照顾啦。阿伯，这是你答应阮的，希望你一定要做会到。会啦，会啦。秋英啊，来。阿英啊，俺来去哦。秋英啊，来阿姐家。甲恁爸爸转去了后，爱乖，爱听话，知无？若有闲吼，都爱倒来看妈妈，啊，还有阿嬷。
行啦，咱好来去啊，哈。乖，跟你阿爸回去吼。来吧，来去哦。好啦，行。饿死我了！刚刚啊，肉饿肉忙，靠着口水差点就滴在牛排上了。早上你吃你就不吃。不昨天喝醉酒嘛，所以刚刚还吃不下。喝醉酒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喝酒啊？还不是哥，昨天他说他心情不好，叫我陪他喝2杯，结果真的喝2杯，我就倒了。一彤为什么心情不好啊？还不是在埋怨工作。哥他退伍之后，做这个也不好，做那个也不好，天天都马在抱怨。看到哥这样，我也蛮害怕的。姐，我好想去念夜校。念夜校，姐赞成啊。多读一点书，学一技之长，对你有好处的。只要你考得取啊，学费你不用担心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啊。只要你们乖乖的，有困难姐一定会帮你们的。我就知道姐对我最好。好给牛膏的耶！哦，来我了。来就好了，你赶快吃。欢迎光临。请问你敢是秋的？是啊是啊，我就是啦。请问你是谁？我是主席公益会委员，我姓林，是春晖嫂吼，我上《慈济月刊》来服你的啦。你好你好，你谁呢？我去找一抓。袂啦，李师姐来面坐啦。哦好，请您坐。多谢。师姐，要食啥无？我来创。免啦，还是食饼啦？免啦，免啦。我总算是等到这本《慈济月刊》啊，多谢师姐。这是应该的啦。我听春晖嫂讲，你足爱看《慈济月刊》的哦，会当将遮好的物件亲手送互一个早顶少的人，这我嘛足欢喜的啊。我真正是足爱看《慈济月刊》的啦，内面的故事吼，拢互人足感动的。一摆若看了，我就感觉心情加足开阔的。我若有朋友吼，遇到啥物困难，也是讲无顺心的时阵，我就摕月刊互因看。到即马，我每一本哦，我收到好势好势，这拢是我的宝贝呢。无怪春晖嫂啊吼，遐介意你啦，拢一直咧甲你学路呢。无啦，拢是我家己学袂伤的尔，无啥物。师姐莫甲我笑啦。你太客气啊啦。啉茶啦。哦好。秋燕，我感觉你店的生意袂歹，其实吼，你会当放一寡慈济月刊，放喺遮甲人客结缘啦。啊，嘛会当吼，甲人客分享慈济的小故事，这是一件最有意义的代志哦。我嘛是安尼想呢。我早就想要伫咧店内吼放一个册图，要毋过人一无闲吼都袂记。其实吼，除了慈济月刊以外，慈济定期佫会办一寡活动，像就是去老人院关怀老人啦、婴仔啦，啊，佫有去慈济医院做志工，啊嘛会办一寡茶会呢，会邀请师兄师姐吼来现身说法，甲大家分享自济经验啦。若有时间吼，我邀请你来是好无？其实这个消息吼，我伫月刊面顶拢有看到，我嘛足想要参加的啦。
不过师姐，唔惊你笑啦，我实在无闲讲吼，连困的时间都强要无啊，只好靠看月刊，来互家己的心情较平静、较安慰。无要紧啦，一切随缘，慢慢啊来。嘛只好安尼想啊。啊无，我搁来别位收善款，我先告辞。安尼吼，好啦，多谢师姐，再见。再见，多谢哈。啊，对啦，这礼拜下晡吼，拄好一个慈济茶会，你若有时间会当甲春晖嫂斗阵来听。慈济茶会哦，礼拜阮店里上无闲呢。无要紧啦，只要你有这份心吼，总是有机会。安尼后面再来参加，好，啊无我先来去。多谢你，再见。再见。孙家哈，再见。姐，刚刚那个人是谁啊？慈济功德会的林师姐，慈济功德会，那是在做什么的？他们做的可多了，只要是可以帮助别人、可以发挥爱心的事情，他们都做。哦，哎，姐，那你有加入吗？我哪有时间啊？你看人家那位林师姐，一看啊就知道是家庭美满、生活没有后顾之忧的人，才有能力去回馈社会啊。哪像我，只能捐捐善款而已。这样一来啊，客人来店里不但填饱肚子，连精神粮食都有了。你今天没上工啊？在工地做哈是比较辛苦啦，不过每一份工作都有它辛苦的地方啊。人家说做几斗万几斗啦，要知足才会快乐。大姐，我怎么了？没有了。一彤，来，拿着，有钱再还我。自从我退伍以后，我常想起我们小时候大姐你说的话。原来现在的生活，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。以前呢，是怪我不学好，整天只会鬼混，一点技术都没有学到，现在才会变成这个样子，让人家看不起。你不要这样说嘛。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，就算再没有技术，人家说勤能补拙啊，只要你自己不要看清自己，让人家批评几句有什么关系？就当做是学习嘛。要学的事情那么多，你还年轻，怕什么啊？大姐啊，你不知道外面人多势利啊。像我同学，他就很好命的，一退伍之后呢，就去他爸爸公司上班，当个经理，那工作多好啊！每天跑酒店啊、舞厅啊，到处去花钱，大家都把他当少爷，这么尊敬他。那我呢？我只是个做工的，整天穿得邋邋遢遢，让人家叫来叫去。一彤，人不分贵贱，只要有志气就是人上人，职业也不分高低，认真去做就是大事业啊！你看这些家具好了。那上面的螺丝钉我们都看不到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没有它们，桌子就不再是桌子，柜子也不是柜子啦。姐这样说，你明白吗？大姐，其实你说的道理我都懂，可是慢慢来，我们不要跟人家比什么高低，要比的是本事。我只是个临时工，哪有什么本事跟人家比啊？就算是临时工，
能够不怨天尤人的把本分做好，那也是本事啊。一个大老板如果不尽本分，把公司给弄垮了，那也是没本事，你说对不对？一彤，姐对你有信心，你要对自己更有信心才对啊。我来了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家里发生什么事啊？没有啦，人不舒服啊？感冒了？没有。到底怎么了？怎么眼睛哭红成这样子啊？是月刊上面师兄的故事了，好感人哦。你哦，你不是说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，哪有时间再看那个月刊呢？我等这本月刊已经等了好几天了，今天好不容易等到，当然赶快看啊。你看你就是这样子，为了看这个月刊，饭可以不吃，觉也可以不睡了。啊，对了，我现在回来路上哦，看到一彤跟几个朋友在摊上喝酒，哎。又喝酒啊？嗯。这样怎么行啊？他到底是怎么了？他工作很不稳定，现在在给人家当临时工。下午他有来店里找我，看起来意志很消沉的样子，我有点担心哎。奇怪，他怎么不好好找工作来做呢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现在的工作哪有那么好找啊？英迪。你们公卖局有没有缺啊？外面工作都这么难找了，公家单位的工作，那更是难找哦。回来了，老板娘，车子电停一下好吗？好啊，没问题。好，谢谢你啊。不要客气，有空来捧场。好，一定啊，再见。好，马上来哈。好，谢谢你。你怎么认识我们主任啊？他是你们主任啊？是啊。我不知道啊，他每次看电影都来接我们这边停车，我想说没什么妨碍嘛，就接他停啊。啊，原来如此啊！哎，我刚刚看到他跟你在那边有说有笑，我吓了一跳，想说你怎么跟我们主任这么熟啊？他在我们公卖局里面是出了名严肃啊，我们都不太敢跟他说话的。真的吗？可能是我对他笑，他就对我笑喽。我自己拿就好了。好，小心点哦。不好意思，经常不好意思，谢谢啊。不会。哎，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。老板娘，我们又来了，我们有3个人哦。好，先看吃什么，我等下帮你们点哈。好。你姐夫去哪里了？出去了。一定跑去打麻将。星期天放假，他也跟着放假了。老板娘，你的牛排好了没？哎，好了。我马上来哈。小姐，不好意思，你的牛排马上好了哈。没有关系。耶，我来请就好。来。你喜欢看啊？是啊，这里面的故事蛮有意思的。那你可以带回去看啊。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，这些书就是我放在这里要跟客人分享的。不过你一定要记得拿来还我，因为这些书都是我的宝藏。老板娘，你人真好。我每次到你店里来，你都很忙碌，但是你的脸上总是笑嘻嘻的。我就在想，难道忙碌也可以这么快乐吗？没有啦，我只是觉得埋怨也是忙，快乐也是忙。既然一定都要忙，何必跟自己的心情过不去呢？你牛排应该马上好了，先坐一下嘛。好，麻烦你。哪里？老板，眼下。好，来了。
睡啦。随便洗一洗啊，早点休息吧。事情既然做了，就不能随便做，要做就要做到好。如果什么事都要做得好的话，那岂不是累死了？没办法啊，谁叫我们有一台全自动的洗衣机啊？哎，现在东西啊，真的越发明越厉害了。听说那种洗衣机，从洗衣服到脱水，一次都是全部做好，哎，好像真的蛮好用的样子。有这么好的东西啊？我也是听说的啦。哦，对，我听说我们公卖局有一个跟车工的缺。跟车工？嗯，那是做什么的？就是跟着货车一起出去送货，就这样子而已啊。好啊，好啊，那你赶快介绍一同进去嘛。不过，这不是说进去就进去的，就这么一个缺啊，10几个人想要进来，有议员介绍的，乡民代表的职责，像我们这种没有背景、没有关系的，我看这个根本不太可能。啊，一点希望都没有啊！不可能啊！你知道吗？以前我常在想，以后啊，如果我赚了大钱，我一定要帮这个社会多做一些好事，帮助一些可怜的老人跟小孩。可是我看过《慈济月刊》以后，我才知道根本就不用等到以后，只要有心，我们就可以积少成多，自然就可以做很多好事啦。真是谢谢老板娘，让我知道这个社会原来这么温暖。没有啦，你不要这么说。所以我在想，是不是以后每个月可以拜托老板娘帮我代收这些捐款？说什么拜托啊？这是举手之劳，做善事，我高兴都来不及。谢谢，谢谢。不要客气。迄是我头一遍收善款，虽然数目真少，也毋过成就感却是足大足大的。以前我总是因为无闲生理甲家庭，来怨叹家己拢无时间去参加主席的活动，袂当为主席尽一份感恩的心力，感觉家己实在是足渺小的。迄天开始，我总算发现另外一款参加主席的方式，发现生理虽然无用，却会当互我甲足侪人结善缘。只要用心、尽心，每一个人拢有伊会当发挥的所在。老板娘，我车子在这停一下好吗？不要紧啊，主任，你随便停。哎，好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是主任？哦，是我先生告诉我的，他也在公卖局上班。哦，你先生也在公卖局上班呢？嗯。他叫什么名字啊？陈迎迪。陈迎迪。哦，迎迪呀，他真是好福气，娶了你这么位能干的太太，生意又经营得这么好。哪里啊？做生意嘛，就是出劳力，哪有什么能干？不，这做生意啊，可是大学问了。谢谢主任。主任，你的电影快开演了吧？哦，对，我差点忘了，那我车子就摆这里了。好，主任再见。再见。哎，主任，哎，明天用。哎，谢谢。哎，好了，谢谢你啊。哪里？哦，迎迪啊。哎，是。你真是好福气，娶了一位漂亮又能干的太太。没有啦，他这个人就傻傻的，比较不会说话，之前也不认识主任，所以说起话来啊，比较没轻没重的。哎，不，他人很慈悲又得体，真是不错。人家说啊，能娶个好太太啊，可以少奋斗10年。所谓的好太太，并不是像什么大富大贵人家的女儿，而是像你太太那样广结善缘。她天天结善缘，才能让你啊少奋斗10年。谢谢，
谢谢主任夸奖。好好努力啊，你前途不可限量哦。谢谢主任。哥，啊，姐叫你先吃饭，她忙完就过来。啊。来，这些先拿着。谢谢大姐。不用说谢，我是你姐姐，你有困难我帮你是应该的。帮忙是小事情，你的将来才是大事。一彤，每一个在社会上奋斗的人，或多或少都要吃苦。一个人一生中有多少福分是一定的。你如果现在年纪轻轻，就把你的福分都预支光了，以后老了怎么办呢？现在趁年轻多吃点苦，把福分留到以后。所谓的先苦后甘啊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其实我不是不能吃苦，姐，我现在只求一份安定的工作。如果我现在有一份安定的工作，我情愿去吃苦。问是没问题的，问题是问了以后有没有用啊？你知不知道啊？有多少人托人情啊，来争取这个工作机会的？少说有30个人呢。啊，30个，知道困难了吧？哎，不过怎么样？你可以去找个人试试看啊。谁呀？我们主任呢？主任，我们主任呢，好像蛮欣赏你的哦，说不定呢。哎，反正啊，你去试试看吧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用啊。来来来，品尝一下，这是朋友啊从云南带回来的茶啊。主任，不好意思哦，麻烦你了。哎，不麻烦不麻烦，哎，坐，请坐。大家都是老朋友了，客气什么呢？啊，老板娘今天来找我，有什么事吗？主任，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。有什么话我就直说了，希望主任不要见怪。啊，说，我这个人最欣赏直话直说的人。我有一个小弟，我想推荐他来做跟车工。哦，不知道老板娘推荐自己的弟弟，你弟弟有什么专长？我小弟以前不太乖。因为重朋友，偏偏又交了一些爱玩的朋友，所以书没念好，也没学到一技之长。可是他真的是一个好孩子，肯吃苦，愿意学习。我想，这就是他最大的长处吧。老板娘，我很欣赏你，你真是有胆识。主任，我真的不太会说话。所以就直话直说了。我知道这个跟车工的机会有很多人在争取。我家没有背景，我小弟也没什么过人之处。
可是我想来想去，都觉得有学历、有一技之长的人，未必甘心做这样一份工作啊。既然不甘愿，就不会尽心尽力。合适的工作要给合适的人，我相信我小弟很合适这份工作。你说的没错，很多人争取这份工作，是想把它当成一个跳板。不过，我们中国人是讲人情的，的确，我是有一些人情的压力。我了解，我了解。我今天来也只是想试试看，希望没有给主任添麻烦。哦，不麻烦。你今天来了，反而让我想清楚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这大家都讲人情，如果用了假，就欠了乙的人情。不管是欠谁的人情，都不妥当。我是在想，如果不管人情，选一个适合的人，不是谁都不欠了吗？主任的意思是，如果用了老板娘的弟弟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谁的情都不欠了。主任，下星期一早上上班报到。谢谢主任，谢谢。好好努力，好好加油，啊！是主任。这是你的工作证。谢谢主任。走，哎，姐夫，怎么样？还习惯吗？习惯了。好，加油啊！我知道，谢谢姐夫。辛苦啊！没了，没了。你讲啊，恁酒办得一定真好哦，啊无你是安怎入啊？哪有啦？我喜欢吃啊，跟姐夫做介绍你来啦。那安尼恁煮的一定嫁了袂歹哦。哦，啊你嘛咧笑啊？啊，大多爱饮酒啊。对哦。洗的吗？对啊。你姐姐说的没有错，不错，很好。谢谢主任。起来啦！还好用吧？你哪来的钱啊？就加班费啊。看来你昨天又加了1月的班啊。不好意思啊。谢谢啦。不客气啊。我今仔日要来甲恁分享杨师姐的故事。咱即马看到杨师姐是一个足有福报、足有爱心的人，但是你敢知影？伫10几年前，伊嘛是有一段足坎坷的过去。10几年前，杨师姐因翁发生车祸，伊将厝内底的钱摕去纳医药费，还阁无够。迄个时阵，伊3个囝还阁足细汉，
一个还佫抱伊手的。伊4个去共救，拢无人要甲伊斗相共。有一遍，我去因兜，竟然发现伊米翁啊含一粒米都无。师姐，本来我就是讲会当参加主席的师兄师姐，拢是有用的好命人。拄则听你讲杨师姐的故事，我才知影讲人伊的生活遐尼艰苦，嘛是遐尼热心在做主席。我说逐工在怨叹家己的生活，实在是足见笑的啦。师姐，我就想要赶紧加入主席，要毋过我店内的生意遐尼无用，大家大官爱我照顾，两个囡仔嘛还阁细汉。我实在有太大责任放下落，我足着急的啦，师姐。我咧讲甲乱糟糟，你敢会当了解我的心情？我了解啦，秋燕。咱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间，拢有家己应该爱尽的责任甲义务。师父嘛讲过啊，爸母是堂上的活佛。像那讲，咱若无友好大家大官，厝内底的工课无做好，干规工想要去外口做善事、求功德，安尼嘛是颠倒啊！你即马应该爱甲厝内底先照顾好，其他的时间才来做主席，安尼就会当啊。那安尼师姐，我即马会当为主席做啥物代志？尽本分做善事啦。随时保持这份善心，处处尽本分，安尼就是咧做主席。尽本分，做善事。师姐，我先转来啊。你车行较慢的哦。好啦，师姐，多谢哦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我实在是想袂到。看起来遐尼好命的杨师姐，过去的日子竟然遐尼艰苦。听到伊的故事，互我深深体会到，每一个人拢有伊的优点，每一个生命拢有伊精彩的所在。人咧讲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咱哪会当看轻家己，辜负天公伯啊，予咱的一切咧？大姐，哎，回来啦。对啊。吃饱了吗？早就吃饱了。听你姐夫说，同事都很夸奖你哎，尤其是你们主任，看到你就笑眯眯的。哪有啦？姐很替你高兴，你现在不会再觉得自己是个没有用的人了吧？不会了。大姐啊。我一直想买一个礼物送给你，跟你道谢。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买什么比较好。大姐，干脆这样好了，你说了，看你有少什么东西、缺什么东西的话，我买来送给你好不好？姐知道你的心意，可是我真的什么都不缺啊。好啦，大姐。如果你一定要送我礼物，有一个礼物，那就是做一个孝顺父母、尊敬同事、尽量帮助别人的人，这个就是最好的礼物了。谢谢大姐，我一定会努力，我一定会做到的。这是你说的哦，姐收到了，你一定要说到做到哦。迄是我收到小弟送予我上好的礼物，一份无形却是无价的礼物。伊当有一粒柔软的心，只是这粒心一直互少年的懵懂所暗藏。即马，伊总算是渐渐行出盲雾，开始付出伊上善良、上真诚的一面。
你来啊！秋英啊！我想要甲嫁，啊嫁袂出去，啊甲带去工厂做女工哦，无人要伫啦。啊伊哦，啥物都拢袂晓啦。谁讲伊袂晓？迄是你无互伊机会，无好好甲教啦。我嘛有甲教，啊毋过哦，伊拢伫甲使性地啦。迄是因为恁根本就无爱心、无耐心，根本就无尊重伊的感觉，敢若会晓甲嫌尔。我咧想讲吼，恁规家遐吼，就遐疼惜伊，无安尼啦，我互伊住喺恁厝就好啦。秋英啊是我的小妹，我当然要伫伊啊。也毋过请你会记得，秋英啊毋是物件，袂用顾在你安尼送来送去。今仔日你既然将伊害我，后摆绝对无可能搁互你甲带转去。好啦，我知啦。妈，我已经甲秋英因爸爸讲好清楚，伊安尼吼是足无责任的。后摆伊若搁来伫人，我绝对袂搁互伊甲秋英仔带倒转去。不要紧啦，转来就好啊。英啊，唔免惊吼，阿母会保护你啊。戆囡啊！妈，我是咧想讲吼，秋英仔嘛大汉啊，咱总袂用一世人，甲伊关踮厝内面顾条条啊，安尼对伊吼无较好啊。总有一天，伊嘛是爱独立啊。不如，互伊来我的店里斗3工啦，加减学一寡代志，你看好无？好是好啦，啊，毋过我惊伊会甲你惹麻烦啦。啊，你代志都遐尔啊济，啊，若是搁爱搁照顾秋英啊，安尼你敢无用会过来？妈，其实秋英仔足巧的，你看，你甲伊做手工，伊即马做了比你搁较紧呢。只要我慢慢来甲教，伊一定学会来啦。所以，伊来店里是甲我斗3工，毋是找麻烦。啊，恁大家会无欢喜无？对啦，我会安排啦。秋英啊，甲阿姊去店里斗3工好无？好。你看，秋英啊是有够乖啦。后摆哦，店里有秋英，阿姊就会加足轻松啊，吼。小心点哦，手不要碰到铁板啊，这是山桌的，啊，小心一点啊。就算咱不如别人聪明，只要咱尽本分、用心去做，总有成功的一天。就算讲慢一点仔起步，只要咱开始踏出第一步，就永远袂嫌慢。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位置，世界上无完全无路用的人，只是有的人。也未找到家己的位置而已。上人讲，尽本分，得本事，看重家己，看重家己的工作。就算讲是洗一块碗，嘛用个洗出满心的欢喜啊！